不可思议，伊朗生产的无人机连带其挂载的导弹，竟然被乌克兰军方完美劫持。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延少。10月3日，乌克兰空军声称已经捕获了一架带有导弹的伊朗生产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乌军的信息分队利用干扰信号、改变数据信息等高科技手段，让俄军配备的伊朗产的无人机在执行打击任务的途中停止执行任务，并改变方向，乖乖地降落在乌空军的基地。乌克兰空军声称已经掌握了如何对付伊朗无人机的多重办法，甚至可以让他们转而打击我们的敌人。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也承认，这种干扰技术是得到了某个国家的支持，而这个国家本来是持中立立场，并没有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是在乌方提出愿意把缴获的伊朗无人机作为交换之后，这个国家最终同意提供帮助。外界分析认为，很有可能是以色列为乌克兰提供了干扰伊朗无人机的技术。另据伊朗自媒体爆料，俄罗斯引进的伊朗见证者136无人机并不存在配备毫米波雷达导引头的版本。它们之所以能够打击地面火炮，主要源自迁徙者6察打一体无人机的配合。先是由察打一体无人机为这些自杀式无人机提供目标指示，从而引导他们对地面的目标发起攻击。显然，从上述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来，伊朗的无人机技术水平不高，而且存在着很多的短板。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乌克兰声称他们已经能够破解伊朗无人机的威胁。那么具体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其实他们采取的基本措施和办法，和当年伊朗诱骗下来一架美国的 RQ-170哨兵隐身无人机如出一辙。那么当初伊朗是怎么缴获这架隐身的美军无人机的呢？当然，也有人说采用电磁干扰，让它无法返回，最终呢被伊朗缴获。其实整个过程要相对复杂一些。伊朗方面很可能先对这架无人机进行了干扰，主要干扰什么呢？干扰它的 GPS 接收系统。那么如果没有了 GPS 信号，它就失去了导航定位的一个基本的信息源。伊朗很可能强行的向它输送了假的 GPS 信号，那么多次强行输入，最终呢被这架无人机所接受。那么一旦它自主开始降落，就无法返回了，只能降落在伊朗的土地上。那么这次乌军缴获的伊朗无人机采用的很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办法。乌军缴获了伊朗的无人机，能不能用它去打击俄军呢？这还需要破解它的相关的通讯码。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评价伊朗无人机技术的真实水平呢？伊朗在无人机的外形设计方面应该说没什么太大问题，关键在于你如何控制它，如何能够抗干扰。这些技术呢，可以说伊朗目前逐渐在掌握，但是水平不高。因为拆开伊朗无人机，你可以看出来，机上的很多电子产品都是货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能够买到的。那么买到的这些民用器件，抗干扰能力是不强的，无法适应复杂的环境。伊朗现在解决的主要是有无的问题，也就是它能不能自行研制无人机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下一步才是提高其水平。而提高国产无人机的水平，关键要立足于自己国内的工业链，特别是电子工业链。就这点而言，伊朗可能存在着相当大的短板，而这个短板呢，俄罗斯也存在。因此，下一阶段在俄乌战场上，双方的无人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且无人机之间的交战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